Hello， 大家好。我们这整条路呢，现在毛路已经算接近完工了，但是硬化还没有硬化，所以呢，他们这些车子都是停在这个路口的，因为开不下去，我们的车子也是停在这里的。然后这条路的整体情况呢，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上面这段路呢已经是修好了的，所以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之前把这里堆了一堆的石头在这里，然后石头拉开了之后，上面全部都是这种小的石子，也比之前那些坑坑洼洼的要少一些了。下雨天的话也不会脏脚。现在这里过去是完全没问题的，我们平时拉什么材料都是直接从这里拉过去的，这段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也不需要等下雨沉降再硬化，这一段路它已经沉降的差不多了，它下面是风花石，不是像下面的那个松软的泥巴，所以这段路是完全可以通车的。我们平时电动车也是停到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的话就是这条路能通往的地方，下面通往叔叔家那条支路那里就是堆材料的地方，上面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大家可能都知道上面没有怎么修复。然后下面的话，挖机和卡车都是停在那个位置，其实那里停几辆车是完全没问题的。挖机和卡车它的占用空间也是很大的，都可以并排的停2辆车。还有这里有一堆沙子，把这一堆沙子用完了的话，这里会更宽敞。这里占了一半的路，然后这边的话，挖机卡车往边上过去都是没问题的，所以这里是我们整条路最宽敞的地方。你看，这里就是他们在这里挖了一个洞和砂浆水泥的，现在砂浆水泥已经干了，已经凝固在里面了，然后水都变了颜色。他们水泥也还有一些没有用完，这些他们到时候会在这里清理开来。大家看这里的这个位置是不是特别的宽敞？这里到时候他们的车停在这里了之后，人走着上去叔叔家房子那里都是没问题的。然后变化最大的就是这个下面之前也发生了很多的不愉快，但是那些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最主要的是这条路也非常的顺利，这里还剩了一些石头，这些石头不知道他们会转运到上面去堆放着，还是用来直接打在这个路面上。这样的话，它的松软泥巴直接敲在里面，它就会很结实这个路。然后这里给它弄了一个冰界出来，这个冰界是那个叔叔要求施工方来修的，他把这个修出来，然后里面的话就说是他的，然后外面的话就用来修路。就放牛的叔叔说，其实这地是他的，只是他不想跟他们争。这里路面最窄，然后这条宝坎的话也切歪了，但是没办法，因为不占到人家别人的地，我们就只能顺势而为。然后到了爷爷奶奶家这里，爷爷奶奶家这里其实是比较宽敞的，它的这个宝坎也砌得特别的完美，因为爷爷奶奶他们平时下面那个水沟就直接从这里给它排出去了，也是不会影响他们的房子的。你看，叔叔在这里帮爷爷奶奶修复这个坝子。他们这个坝子给它随便填了一下，其实看起来的话也会宽敞一些。像爷爷奶奶这里修好了之后，他们的儿子女儿来这里可以把车给开到这里来，停放在这里，然后这边的话都还有很宽的一个空间，这里可以停2辆车，然后这边都还可以过路。对，你看这里，其实原本是想把这里这个宝坎接到那里去，然后这里留一个路口的。但是那里没有接下来，这个路口就这样，小路是走往我们租房子那边去的，这个路口留出来，人走会比较方便。然后如果这条路硬化了的话，估计那条小路爷爷奶奶他们走的比较多，因为我们的车直接开到家门口了。
然后最担心的就是这里这个位置，因为这里它的高度比较高，但是没有确保坎，就不知道到时候下雨会不会塌方。没事儿，到时候我们去把这里做一些绿化，去挖一些镯子来种在里面，可以把这个落基给它扎实一点。对，让它随便稳固一下这个泥巴。然后这里过来就是下去我们支路的这里原本那条路规划的就是从这里到我们房子那边去，然后就是对于整个村寨都比较方便，因为下面有2户爷爷奶奶，还有我们的房子也在那里。然后这里这个爷爷奶奶这家，就是所有的在住的人家户都通过了这个马路。对，但是这里人走的比较多，而且村支书他们也住下面爷爷奶奶家他们也需要用。到时候拉柴的话，他们的柴粒就可以拉来到这里，往这里扛下去就要近一点。别块这个太陡了，它没有一点的缓冲力，就直接大概是垂直45度下来的啊，差不多45度吧。这个坡度太大了，而且车上去的话肯定会翘头这种，而且这下面做的很不合理，还需要转一点泥土来把上面削掉一点，然后像这样往这个位置像这样匀过去。然后这条路呢，就是通我们老房子的，很多人朋友都说你们应该把买的那个房子拆掉，然后用来停车。其实车是停不过去的，那个位置只有大概1米多的宽度，所以说小车开不过去，开过去了也掉头不回来，就只能停一些3轮车啊，或者2轮车用来充电在这里。你看。这里就只有这么窄，如果是把我们这个房子拆掉的话，那个车根本也过不来。对，所以我觉得，既然这个房子我们已经买下了，拆也不能拆，那我们就直接干脆把它恢复起来，这样的话我们也好利用。然后这条路啦，我们当初买那个房子就是那户房子家的空地，他也说我们买了个房子就可以修支路下来，一开始是不同意修支路下来的。这个支路这里的所有的地都是他们家的，对，所以我们把那个房子买下来了之后，这条支路就顺利的下来了。然后这边的话也给它全部平整出来了，到时候如果要使用的话，我估计这里也可以停车啊。对。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租房子的这里，我们租房子这里是最完整的，虽然旁边的这个宝坎切得太窄了，但是我们觉得也没有关系，因为过1辆车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要会车的话，直接倒一下，或者是前进一下，到这里来，直接掉头都没问题。对，现在这个路也是凹凸不平的，改天挖掘师傅会来把这个路面给它压平整一些，像这样的话，硬化打水的就好一点。这里就是我们这整条路的终点了。终点这里也算是比较完美的，停车也比较方便。然后在这里呢，我们也留了一个路口在这里。这个路口留在这里呢，我们是以防万一，如果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土地拿出来做我们的私人停车场，或者是到时候他们那里愿意把地拿出来修路，然后作为我们共同的一个路的话，那我们就从这里过去，这样过去，然后这里就直接通往我们修的那个砖房那里，然后也通往他们的那个房子面前，所以这样的话大家都比较好使用。